娱乐至死，金钱至上，一日一更的圈妹又来了。娱乐圈的潜规则能有多黑暗？其实所谓潜规则，归根结底是一场利益交换。有人主动拿尊严换前途，有人被迫沦为他人欲望的牺牲品。这是一种看不见的、没有明文规定但依旧存在的规则。一旦走进这个圈子，就必须要承受圈内的潜规则，也必然要经历这一关。这是娱乐圈的生存之道。因此，至今网上流传着一句话：要么被潜，要不就滚。曾几何时，知名艺人杨幂、谢娜、蒋欣等人都纷纷爆料过自己进入圈子后遭受来自导演、制片等人的邀约，打着讨论艺术的幌子行苟且之事。好在他们严厉拒绝了，也经过艰难坎坷，终于有了如今的成就。然而到今天，没想到2023年刚开年就爆出圈内潜规则，有人倒在潜规则这个门槛上无处申冤。1月9日晚，内娱爆出了2023年开年的第一场潜规则，事情闹得沸沸扬扬，引来网友热议。此次事件中的2位当事人并不红，曾参加过选秀节目《青春有你3》，一个叫子瑜，一个叫郑兴元，同属一家名为花开半夏的经纪公司。事情说来简单，用2个关键词概括就是职场霸凌加关系户上位。在去年12月，小明星子瑜就被粉丝拍到脸上有伤痕，淤青遍布颧骨、人中和下巴，即便是在夜晚昏暗的灯光下也十分显眼。当时子瑜并没有解释，只是安慰粉丝自己没事儿。粉丝当然不信，于是追问他的队友和老板。队友称子瑜脸上的乌青不是伤痕，而是眼影花了蹭到下巴上，太扯了。公司老板则称是子瑜与队友排练时不小心撞上的，并称子瑜在公司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暗示粉丝不要闹事，还发布声明称子瑜没有被霸凌。到这里事情似乎就结束了，公司没有再回应，子瑜也没有出面解释，还在1月8日更新了自己的写真照，看起来一切都好。但其实被打不久，子瑜就向公司提出了解约，但双方并未达成一致。公司在半个月前没收了他的社交账号，找工作人员伪装成他，继续在网上发布动态。直到1月9日晚，子瑜发布声明，明确表示掌握账号的人并不是他。此前也是队友郑兴元对他进行了殴打，还称他将不惜一切代价与公司解除合同。与此同时，该公司的前艺人丁润琪也出面了，他已在去年与公司解约，所以说话很直接，直指打人者郑兴元与老板有亲密关系。据丁润琪所说，郑兴元此前还曾经对他进行言语骚扰，多次跟女网红不清不楚，还与公司老板江女士举止亲密，两人疑似处于恋爱状态。这样一来，公司包庇郑兴元的行为就说得通了，毕竟她是现任老板娘嘛。事情发酵到如今，郑兴元终于出面回应了，而一出面就甩出了抑郁症确诊证明，表示自己已经身心俱疲了。但仔细一看他的抑郁自测量表，就会发现他仅用了短短1分钟就做完整套测题，这在临床中只会被算为无效答卷。用一句话总结就是：你跟你的小领导有矛盾，小领导带其他组员孤立你，还动手打你，但你拿他没办法，因为他还搭上了老板。当你终于决定不干了，还被公司索赔，简直没天理。子瑜的事闹得并不大，真正为关系户付出惨痛代价的还得是王大陆的好兄弟张庭湖。或许很多观众不认识张庭湖，他是被台媒誉为第2个蓝正龙，出道就担任了刺猬男孩的主角，还因为入围金钟奖最佳男主角。当年电影《我的少女时代》正在筹备中，导演是鼎鼎大名的偶像剧教母陈玉珊，主演陈泰宇定下了张庭湖，王大陆则饰演男二欧阳非凡。但在影片开拍后，王大陆摇身一变升任男主，张庭湖却不见了踪影，王大陆也一举成名，火遍两岸。问：王大陆凭什么担任男主？答：或许是因为他与导演陈玉珊关系太好了吧。在少女时代新闻发布会上，王大陆没有跟女主宋云桦互动，而是转头壁咚了导演陈玉珊，两人都笑得非常开心。在杀青宴上，王大陆2度对着导演陈玉珊捧脸亲吻，两人亲得十分忘我。据说陈玉珊的老公被气得脸色铁青，只能躲在一旁眼不见为净。
电影上映后大获成功，王大陆一口答应导演陈玉珊要他表演裸泳的提议，连泳裤和毛巾都交给了对方。等他游完一圈穿上衣服后，还一时兴起将导演陈玉珊拖下水，直接来个泳池公主抱，两人都笑开了花。王大陆于2008年出道，直到2015年才凭借《我的少女时代》大火，从此片约不断，在内地发展的顺风顺水。最近还带着女友蔡卓宜回家见家长，似乎好事将近。王大陆如今有多潇洒肆意，张庭湖就有多没落。错失《我的少女时代》后，张庭湖再也没有了出头之日。郁闷之下，他选择暂时退圈去服役，女友却在他服役期间自杀身亡。子瑜和张庭湖两人的困境，其实说到底也是为自己的选择买单，自己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，就得付出一些代价。比起被关系户顶替欺负，其实与公司的不对等关系才是他们痛苦的根源。子瑜出生于2002年，他在2019年就与花开半夏签约，一签就是12年，那时他才17岁。娱乐圈中有不少子瑜，他们抱着当明星的梦想，在很小的年纪就与经纪公司签下合约，殊不知这一纸合约给他们带来的不是成名，而是痛苦。而通过这件事，其实也验证了何炅当年说的那番话果真没错。如今的经纪公司早就不靠捧红艺人赚钱了。根据何炅所阐述的，当下的经纪公司一般都会一股脑的签约100个小孩，尽量捧着其中一个走红，至于其他99个则等着他们给公司赔偿高价违约金。一个人最低50万，这算牌打得响亮。试想，每一个签约公司的年轻人，哪个不是心怀梦想，渴望着有一番事业？而公司用最低的生活费压榨他们，不给工作机会，自然年轻人想离开这里，重新寻找一片天地。可想要离开，违约金在前，只能被迫掏钱买自由。但不是所有人都能付得起这笔天价违约金。没有家庭背景的年轻人，还没赚钱就背上了这么多债，哪还能还得起？而想要拥抱自由或者去追寻梦想，只剩下潜规则这一条路，成为郑清源这样的人，否则只能是下一个子瑜。也难怪国内经纪公司培养的明星艺人没什么实力，只能靠着一张脸吃这碗饭。也难怪娱乐圈一代不如一代，一直在走下坡路。只是何炅的这番话警醒许多追梦的年轻人，也为这个行业敲响了警钟。如果按照这种方式走下去，那娱乐圈只能是青黄不接，而被欺负的年轻人连申冤的机会都没有，他们还有什么未来？娱乐圈还能有什么未来？后续有人爆料，何老师当年就是因为说了实话，后面才会频繁被黑被针对。还有人爆料，快乐大本营停播很大的原因就是何炅这番发言，在圈内是大家都知道的秘密，但是何炅在节目中说出去，而且没有任何的修饰词，这就是影响了一群资本的利益了。尚雯婕名下的黑金公司就是个例子，为了跟尚雯婕解约，侯明昊赔了他几百万才转去别的公司，真的就是付费上班了。侯明昊还算幸运，花钱免灾嘛，没有断送自己的星路。尚雯婕手下最惨的还得是花间醍醐方大厨的女主蒋佳恩，很多观众都遗憾这部剧不拍第2部，那是因为女主蒋佳恩已经退圈了，续集就别想了。蒋佳恩18岁时就签约了黑金，根据合约，她在前3年赚的钱要分给公司9成，第4到第6年分出去8成，第7年分7成，公司每月借给她生活费6000元，日后也要还。蒋佳恩出道3年也接了不少戏，但除去给公司的分成和还给公司的生活费，他手中的工资不足6万，解约时却被公司索赔600万。当时蒋佳恩已经患上了抑郁症，在跟公司闹上法庭后被索赔150万，最后还是他父母卖掉了房子，凑足赎身钱才将女儿接回家。娱乐圈最是光鲜亮丽，也最是藏污纳垢。比起隔壁黑到心肝的韩语，咱们最起码没有爆出张子妍事件，但同时娱乐圈也最能反映国内的职务乱象。明星也是给人打工的，他们经历的困境正是普通人困境的放大版。
从张胡婷被换角、蒋家安退圈，到子瑜遭关系户打压和职场霸凌，这一桩桩一件件，其实跟很多人在职场上经历的都对得上。所以在吃瓜之余，各位也是在揭露娱乐圈的乱象，是在打压职场中的不当得利者。虽然作用微乎其微，但总好过放任乱象肆意发生。圈妹作为圈外人，也只能说行业潜规则，签约签10年，听话的愿意接受潜规则的就给你资源，不听话的就是雪藏状态，要么被耗完青春，要么支付高价违约金解约让公司赚翻，除非家里有背景有钱，否则别混这行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请多多订阅和关注，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。